很多国内的朋友在这个礼拜呢，都会陆陆续续给我发微信，都祝我感恩节快乐。那如果你是我的老粉丝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加拿大人早就过完感恩节了。所以说，现在加拿大人都是在忙于筹备如何过好圣诞节。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写信给圣诞老人。那么问题来了。通讯手段如此发达的现代，信息交流还是蛮快的啊！你看，我现在在加拿大，你就能看到我的视频，对不对？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加拿大的小朋友相信圣诞老人是真的呢？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加拿大辣条，我是爱吃辣条的辣条君老张。刚才那个问题还真的蛮特别的，为什么加拿大的小朋友还是那么的童真快乐呢？你走在中国的一个大街上，跟一个3、4岁的小朋友讲孙悟空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他们一定会笑你，哈哈哈哈！大傻子，怎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呢？别说我猜。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啊，那就是加拿大的邮局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开始筹建他们的一个特别的工作室，那就是圣诞老人工作室。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回复写给圣诞老人的信件。没错，是世界各地，你在中国也可以寄信给加拿大的圣诞老人了。那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信件是寄给圣诞老人的呢？因为加拿大的邮局给圣诞老人一个专门的收信地址，就是这个收信地址。其实我知道了，全世界各地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会有专门的圣诞老人工作室啊。我记得香港有一个，英国有，然后澳大利亚呢、芬兰啊这些国家都会有。那我为什么要着重讲一下加拿大呢？因为加拿大的这个地址非常的有特点。Santa Claus 不用讲了，就是圣诞老人嘛。North Pole 就是北极 ，Canada 是加拿大。主要很有特点是在于它给加拿大圣诞老人的这个邮编嘛，那就是 H'0'0'0'0，长得特别的像圣诞老人在骑雪橇给小朋友送礼物的时候发出的那一个笑声，吼吼吼。所以说，很多加拿大人说圣诞老人是加拿大的公民，还是有一点依据的了啊。当然，这个依据是要打双引号的。那考虑到全世界的小朋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英语或者是法语，所以说这个工作室它招收了很多会世界各地语言的义工。只要是你给圣诞老人写信，他们会用相同的文字回信，也就是说，你用英语给圣诞老人写信，他们会用英语给你回信。你用法语写信，他们会用法语回信。当然了，你用中文写信，他们也能用中文给你回信。也就是说，只要能找到会这个文字的义工，他们就会用相同的文字给你回复的啦。那我来到加拿大这么长时间，还真的有给圣诞老人写过一封信。所以说我辣条君老张今年要做一个特别的实验，就是给圣诞老人用中文写一封信，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用相同的文字中文给我回信呢？当然了，视频是不会一直拍到那个时候的了，我会在他们回我信件的时候呢，会专门拍一个视频的啦。那我会写什么内容呢？如果你想了解我写的内容的话，你可以去到我的微博。YouTube 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感叹号按钮，到我的微博上面去看我写的信啦。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个视频的话，请记得点赞并且分享出去，因为你的点赞是一种鼓励，分享是一种激励。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加拿大的资讯以及文化的话，那么就点击订阅按钮吧。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